亲爱的观众老爷们，大家好呀！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最新的韩国犯罪悬疑动作剧《奇美拉》第9章。车妈妈清醒过来，已经忘了自己刚才说了什么话，车晴晴却感觉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报社的节目结束，有真觉得金记者说话不考虑民众安全。金记者表示，自己也是为了迫使罪犯露出破绽，进而抓住罪犯，故意这样做的。有真认为，奇美拉不是那种可以按照常理推测的罪犯。这样做的风险太大了，金记者却说他愿意承担这个风险，可是人家的下一个目标是徐贤泰啊！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本来还和和气气的两个人，一下子又僵住了。得知徐贤泰是下一个目标后，裴局长带着高警官一帮人到徐贤泰家里做风险排查。徐理事趁机问裴局长，李医生的事儿调查的怎么样了？裴局长表示，工地出事那晚，他有医院提供的不在场证明，但裴局长也确实发现了李医生这几天频繁出入大学，在调查当年，徐贤泰一听这个，顿时有些慌张。当年那些死者都跟他脱不了关系。警局内，有真把节目录音笔拿给高警官等人分析，高警官认为这罪犯肯定和有人之前判断的模仿犯不同。有真也觉得之前的判断有误，现在这家伙是个易怒易冲动的人，跟之前那个作案方式谨慎的齐美拉完全不同。这个罪犯具有纵火犯的潜质，大概有过什么童年阴影，在性格上出现了扭曲，形成了反社会性的人格，所以他们的动机普遍是制造慌乱，博取社会的关注。高警官布置了任务，去调查一下公益性岗位的社会工作人员。会后，有人问建荣，车刑警人呢？建荣告诉他，车妈妈病了，他请假在家照顾2天。建荣表示，想他了就打个电话吧。有真笑道，鬼才想他呢。另一边，任警官悄悄给局长打小报告，告诉他李医生是和车刑警还有一个女人一起去的大学。然后车刑警和裴局长在局子里不期而遇了。裴局长心里有点虚，不敢和车刑警勾搭，车刑警却直接叫住了他，提起了去世的贤永福，表示他俩都是当年齐美拉案件的调查组成员吧。局长没有否认。车刑警继续追问，那为什么当年案件过后，局长升官了，符贤勇却是以玩忽职守的罪名被革职了呢？局长怒了，表示上面的决定自己怎么会知道？他让车刑警干好自己该干的事情，别整天盘那些有的没的。转头就溜了，一边走还悄悄地回头偷瞄，表情像便秘一样痛苦。车妈妈在家发现袜子破了，她想找针线缝一下，但看到柜子里的黑色盒子，她就不自觉地拿了出来，里面竟然装着1984年案件的资料。资料夹里掉落出一张大学专用的便签，写着一些感谢韩组长的话。车妈妈看着若有所思，画面一闪，车妈妈的回忆中，一个漂亮小姐姐抱着一个叫多旭的孩子。车妈妈凭借感觉，一个人来到大学里，在门口刚好遇见了有真，还把他当成了学生。他问有真，理学部在哪里？有真反应了一下，拿出手机一查，理学部是以前的叫法，现在改名成自然科学研究院了。他带车妈妈去到那里，车妈妈看着眼前的教学楼，有种非常熟悉的感觉。有真看着车妈妈，有种很亲切的感觉。车妈妈跟着感觉上了楼，找到了一间很熟悉的实验室。她突然看到了幻觉，当年的朴教授在教训一个女学生。车妈妈下意识地捂住了自己的脸，嘴角抽搐着，手臂颤抖着。一转头，她又看见走道里徐理事向柳承熙下跪，请求他不要把某些事公开传出去。承熙一把甩开徐理事请求的双手，走到了车妈妈的面前，四目相对。车妈妈受到了大量的刺激，晕倒在地。他俩好像就是一个人。有学生发现了他，把他送到了医院里。车刑警来到医院，得知妈妈去了大学，似乎在寻找某个人。李医生看了车妈妈拍的片子，发现车妈妈的脑部有受过旧伤，时间已经很久了。车刑警表示是35年前出过车祸，之后记忆就出现了问题。车刑警表示不清楚。李医生表示车妈妈这是妄想症，遇到自己就会产生幻觉和幻听，很有可能是因为之前发生的事故产生了某种认知障碍。车刑警觉得，要说最近受到的最大的刺激，就是韩组长死了，妈妈和他跟韩组长的关系很亲近。然后两人又聊到了案情，李医生问他关于自己父亲的死还有什么隐瞒的信息吧。车刑警犹豫了一下，对他讲了李尚宇被迫写遗书的事情，但可惜的是，这只是理论上的推测，并没有证据可以佐证。李医生深吸一口气，表示他有办法证明。李医生做了一番推理，根据资料显示，当年参与案件调查的有30人，但由于李议员的干涉，除了裴、韩、贤3人，其他都是工具人，所以能主导案件调查方向的也只有这3人。现在已经死了2个，只剩裴局长1个了，但凶手的下一个目标却是徐理事，所以裴局长的嫌疑最大。精彩！
李医生认为，如果能找到失踪的柳承熙的话，就可以通过西伦集团下手，促使裴局长露出马脚。有贞和江上巨在学校偶遇，两人简单的聊了两句，有贞却察觉出他有问题。另一边，高警官等人通过监控发现了工地案的可疑车辆，又靠着万年青受害者群体名单比对到一个可疑人员。有贞来到局子，小张告诉他大家都出去抓人了。他拿起桌上的名单信息一看，江上巨也在里面，却不是怀疑对象。他打电话给消防队问有没有这个人，得到的答复是没有。女主唯一智力担当有贞回到家继续研究那2通电话录音，他反复的听了录音里的一段笑声，感觉和江上巨的声音非常相似。他又查看了江上巨的社交账号动态，发现里面有很多打着警示的旗号，实际上是教大家制作危险化学道具的。综合以上信息，他的嫌疑在有贞这里非常大。之后有贞来到研究所找他，同事说他人出去了，有贞就在他的工位上寻找线索。可是江上巨回来的时候，在玻璃门外面看见了有贞在调查自己。李医生在学校档案馆调查 TH5 的资料，李华静却出现在这里，任刑警也在暗中监察他。有贞出来后给车刑警打电话通气，但车刑警那边经过检查，发现他们抓到的嫌疑人家里的可疑液体竟然是食用香油，瞬时感觉一顿操作猛如虎，一看战绩啥都没有，还把有贞的电话给挂了。所以大家都在努力查案，只有车刑警在负责搞笑。然后江上巨就盯上了有贞。李华静请李医生吃饭，实际上还是相互试探，旁边插了一堆眼睛。李医生单刀直入，表示西伦集团的 TH5 有问题。李华静笑笑，借这些当官的10个胆子都不敢在老娘面前吭一声。李医生更是直接表示他想证明 TH5 有问题，还问李华静当年的提美拉事件，西伦集团和徐理事参与了多少，李议员又从中做了什么。李华静也不装了，直接表示凝望深渊可以，但不要看太久，当心被他吞噬。他问李医生做好牺牲的准备了吗？李医生表示时刻准备着。李医生表示他是怪物也是医生，这个形容简直绝了。另一边，有贞回家，在电梯里被江上巨给截住了，情况危险。车刑警想起来刚挂了有贞的电话，就给他回了一个。江上巨给了机会，有贞接起电话就直接叫亲爱的。车刑警还以为打错了，他让车刑警今天不要过来了，下次和朋友们一起来。车刑警看着手头的资料，突然发现了问题，迅速让小张定位有贞的手机信号，然后自己赶往有贞家里。江上巨一脸色眯眯地看着有贞，有贞想起了之前在美国的经历，他这次一定要抓住罪犯的心理，用嘴遁干掉他。有贞表示桌子上红色微件夹里有案件的资料，他可以看看。江上巨走过去拿起了蓝的，有贞在试探他，江上巨是色盲。江上巨怒了，表示本来是想除掉经济者，但现在不得不对有贞下手了。江上巨表示他的死已经安排好了，这就是化学罪犯的好处，罪犯可以不在现场。车刑警来到有贞家楼下，准备好道具，变装成了物业人员溜了上去。有贞开启嘴遁，分析江上巨的心理，他因为 TH5 的副作用导致他出生就是色盲，这让他没办法成为一个真正的消防员，所以他在网上武装成消防员，现实中对西伦集团进行报复。所以他这是顺风车作案，他不是真正的齐美拉，就是一个模仿犯。有贞的话句句戳心，江上巨直接破防了，一把掐住有贞的脖子，瞪大了眼睛，怒吼到他什么都不懂。此时门铃响了，有贞缓了一口气，江上巨看见是物业，让有贞小心答话。有贞表示现在不方便，车刑警演戏，表示有个文件必须所有业主签字。有贞装可怜，表示他不走没办法。江上巨躲在玄关后，让有贞开门。车刑警趁机塞了护目镜进来，点燃自制的烟雾弹扔进了屋内，房间马上烟雾弥漫。有贞趁机开门，车刑警冲了进来，和江上巨扭打着。江上巨拳脚功夫不行，于是拿出遥控器让他俩不要轻举妄动，否则大家一起升天。本章故事就到此为止了。那么车刑警和有贞如何解释炸弹危机呢？江上巨和真正的齐美拉有没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下一章再见分晓。喜欢节目的观众们请点赞和关注吧，可以提前看到更新哦。